他居然当众朝孕妇吐痰，竟只为和对方争抢爱心座位。见孕妇没打算起身，他更是蛮不讲理，反过来诬陷对方是假装怀孕，还当众嘲讽他只是过度肥胖。就在两人争执不下之际，邻座一位婆婆却默默翻开了手中的圣经，里面居然夹着一张大叔的照片。随后她抬头看向对方，确认是目标人物后，便摘下头发上的发簪，露出上面的尖刺。在地铁即将到站时，婆婆走到大叔身旁，轻轻刺了对方一下。感到疼痛的大叔不出意外地转过头，对她一顿臭骂。婆婆立即弯腰低头表示歉意。可等到地铁门打开的那一刻，大叔突然毫无预兆地倒在地上，接着口吐白沫，当场死亡。而婆婆则走进地铁卫生间，将发簪上剩余的毒液全部稀释进卫生纸中，再把卫生纸扔进马桶内。可就在她准备按下冲水按钮时，双手突然止不住的颤抖，随后整个人也踉跄着倒在地上。但婆婆会变成这样，并非因为受伤，而是由于年老患上的轻微阿尔茨海默症。即便如此，她依然是那个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业内同行都尊称她为教母。教母隶属于一家专门替社会清除人渣的杀手公司，刚刚被他杀掉的大叔就是一个专门放高利贷敛财的人渣。等到了晚上，教母在回家途中发现一条受伤的流浪狗，她只是漠然地看了一眼，便继续赶路。可回到家后，她却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总浮现出那条流浪狗的模样，于是便连夜将流浪狗送到附近的宠物医院。兽医江凤慧将狗治好后，恳请教母收留这条可怜的流浪狗，只因这条狗年事已高，即便送去收容所也会被安乐死。看着江医生温文尔雅又富有爱心的模样，教母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师。原来多年前被家人抛弃的教母晕倒在冰天雪地的公路上，一对善良的陌生夫妇不仅将她救下，还免费请她吃汉堡和汽水。在得知她无家可归后，更是愿意收留她在店里打工。由于老板每天都要出门除虫害，经常早出晚归，以至于店里通常只剩下他一人工作。这天，一个美国大兵突然闯进后厨，想要强行侵犯教母。教母拼命挣扎，还拿起砧板狠狠敲在对方头上，这才得以挣脱束缚。但大兵很快起身冲过来，将他推在地上，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越打越气的美国大兵抄起一旁的雨伞，竟想把教母活活插死。危急时刻，教母抢先用钢筋捅穿了他的脖子，当场结束了他的性命。等老板回来后，教母如实讲述了自己杀害美国大兵的经过。他本以为老板会报警或将他赶走，却没想到老板竟要收他为徒，还带着他一起惩奸除恶。从那以后，教母在老师的教导下，成为了一名出色的杀手。在解决掉一个又一个人渣后，最终成长为杀手界的传奇。因此，他决定听从兽医的建议，收留这条可怜的小狗。然而，他还不知道，一个有能力挑战他的年轻人已经出现了。此时，对方正假装是为钱卖肾的穷鬼，来到一个贩卖器官的地下工厂。在确认这群人就是他要找的人渣后，斗牛先抬腿踹飞黑老大，接着起身拿起桌上的手术刀，直接捅进其中一人的咽喉，又将手术刀当成飞刀扔向打算逃跑的家伙。随后，他拿起另一把飞刀，轻而易举地将在场的混混全部杀死，只剩下刚刚还无比嚣张的黑老大。对方本以为斗牛是同行派来暗杀自己的，却没想到斗牛早就解决掉了那群同行，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 그래도 이렇게 하시는 목적이 있을 거 아니에요, 목적이. 목적? 유명해지는 거. 事实上，斗牛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引起杀手公司的注意。果然，在干掉黑老大后，斗牛就察觉到有人开车跟踪自己，对方正是杀手公司的老板孙市长。但他很快凭借高超的车技甩开了对方。正当孙市长疑惑斗牛的去向时，下一秒，斗牛竟开着一辆叉车冲了过来，直接把孙市长的轿车挂在山坡边上，吓得孙市长连忙掏出一张黑卡，这正是杀手公司的邀请函。没过多久，教母独自前往公司复命，却在公司门口看到一位妇女正缠着同事，女人恳请同事出手杀掉自己的仇人，结果遭到拒绝。教母虽然感到奇怪，却也没有多问。等她进入公司后，所有人都站起来表示尊敬，唯独背对着她的斗牛不以为意。教母进入办公室后，年轻的女秘书吐槽她非要在地铁站下手，导致这次刺杀上了新闻。但她不知道，教母之所以如此高调，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她虽然老了，可实力丝毫不减当年。这时，教母注意到办公桌上有一份被拒绝的委托文件，还得知委托人就是她在门口看到的那名女士。原来，洪女士的未来儿媳被一群瘾君子害死，儿子去讨说法，结果还被打成了植物人。按理说，这种委托公司根本没理由拒绝，可孙市长竟因不想得罪那群人背后的帮派，违背公司原则将女人拒之门外，这让教母对他感到非常不满。与此同时，斗牛在和孙市长聊天时，认为杀手公司并不适合自己，便要起身离开。孙市长见状，立刻强行阻拦，不料瞬间就被斗牛抢过开瓶器，按在桌子上。其余杀手见状，全都围了过去，却没有一人敢对斗牛动手。不过，斗牛很快主动就将开瓶器放下，只因教母不知何时出现在他身后，还将发簪放进了他的耳朵里。可斗牛并没有露出害怕的神情，甚至还有些兴奋。偏偏孙市长就欣赏他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便没有继续追究这件事。另一边，公司杀手张飞在执行暗杀任务时，错把铁轨对面的女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女儿。眼见被女孩发现自己杀人后，吓得他冲着女孩喊：“不是我做的。”可当他意识到认错人时，火车已经撞向了铁轨上的面包车。
等到隔天早上，教母在超市看到了火车撞人的新闻，并且由于女学生的举报，警方已经开始怀疑这是一起谋杀案件。按照公司规矩，杀手一旦暴露，就只有死亡这一个下场。教母念在张飞是公司的老员工，再加上想证明自己老当益壮，便主动向孙市长请缨，要亲手解决掉张飞。孙市长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两人刚挂断电话，斗牛就拎着一个包裹走进了办公室。果然，他终究还是加入了公司。只是当秘书打开包裹后，却被吓了一跳。原来委托人要求带来死者的戒指，可斗牛为了彰显自己的能力，竟把对方的10根手指全都砍了下来。相较于秘书的惊吓，孙市长对斗牛的能力十分满意。这时，教母已经在一处墓园找到了张飞。张飞的亲生女儿早已过世，他不愿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这才会错把其他女孩当成自己的女儿。当双方见面的那一刻，张飞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于是他抢先偷袭教母，接着开车一路逃命，教母则在后面紧追不舍。没一会儿，教母凭借高超的车技将张飞的轿车撞出公路，轿车连续翻了几圈才停下来。教母随后将车开到张飞身旁，下车查探他的鼻息，确认已经断气后，便打算将张飞的尸体拖走。不料张飞刚刚其实是在闭气装死，他趁教母不备，猛然起身将他扑倒在地。剧烈的疼痛让教母半天无法起身，但她还是捡起一块石头朝张飞的脑袋上砸去。挣脱束缚后，教母拿出贴身发簪作为武器，她凭借速度略占上风，可终究无法弥补男女之间的体力差距。没多久就身中数刀，再次被打倒。就在张飞将教母按在身下，准备把她活活掐死时，斗牛突然出现在张飞身后，随即一刀刺向他的后背。张飞当场丧失了反抗能力。不过教母并没有对斗牛的行为表示感谢，相反，她十分排斥孙市长这种双保险的安排，因为这是对他能力的不信任。赶走斗牛后，教母看着重伤的张飞默默无言。没成想，张飞突然抓住教母握刀的手腕，狠狠刺进了自己的咽喉。原来教母并非打不过张飞，只是不愿对他痛下杀手而已。在回家的路上，教母一边开车一边给自己包扎伤口，可很快就精神恍惚，撞到了路边的垃圾桶。等他醒来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打着吊针。见有人朝自己走来，他立即打碎输液瓶，将玻璃碎片抵在对方咽喉上。直到这时才看清对方居然是江医生。原来教母停车的地方恰好在江医生家附近，再加上他昏迷时一直重复说不能去医院，于是江医生便把他带到兽医院进行救治。听完对方的解释后，教母才放松警惕，而江医生也识趣的没有询问他受伤的原因，甚至还拿出绷带帮他包扎掌心。如此亲昵的举动，不禁让教母想起多年前他的老师也曾这样温柔的帮他包扎伤口。不过教母的思绪很快回到现实，在提醒江医生不要将这件事告诉别人后，便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回到公司后，教母指责孙市长不该做两手准备，认为那是对他不信任的表现。随后他更是暗示孙市长不该拒绝洪女士那单生意。우리일은악성벌레퇴치하는친성한이들테면평범한애들데려다가공사쳐서죽음으로내모는 그 약쟁이들 방역하는 거 자네가然而孙市长坚持认为不该为一个女人招惹黑帮，两人随即发生争执。事后离开公司的教母突然被斗牛拦住去路，对方直言昨晚一直偷偷跟在他身后，知道他被兽医救治过，按照公司规定他们应该把医生灭口才对。可斗牛的话还没说完，教母已经把发簪抵在了他的小腹上，警告他要想活命就别打兽医的主意。斗牛识趣地答应下来，不过他的话终究引起了教母的警觉，毕竟江医生虽然为人善良，但并不代表他不会向警方告密。因此教母决定暗中调查对方，随后便发现江医生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学，还会举着牌子在医院门口示威。原来江医生的妻子因医生手术不当不幸逝世，而他所求的也只是得到医护人员的道歉。可即便是这样微小的要求，医院也不肯答应。等孩子放学后，教母又来到江医生岳母开的水果店，旁敲侧击地打听江医生的过去。临行前，老人家还送给他一个略有残破的水果，提醒他没破的地方味道同样好吃。这些细微的举动让教母确定江医生一家都是良善之人，他根本没理由对付他们。只不过当他离开时，赶来的江医生恰巧看到教母离去的背影，这顿时把他吓出一身冷汗。随后江医生急忙在一条胡同追上教母，恳请他不要伤害自己的家人。在得到教母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带着感激离开。与此同时，孙市长把斗牛叫到身边，对他讲述教母的过往。当年教母的老师遭到仇家报复，导致妻女全都遇害，于是老师就在妻子忌日那天独自一人去报仇，大杀四方的老师最终灭掉28名黑帮成员。教母得知这件事后，急忙赶到现场，可此时老师已经身受重伤，奄奄一息。愤怒的教母没有任何言语，只是默默摘下发簪，将剩下的黑帮成员全部解决掉。正是这次行动让他有了教母的名声，并得到所有人的尊敬。但如今教母已经老了，也正是因为有他存在，才导致孙市长这位老板至今无法完全掌控公司。因此他决定培养新人取代教母的位置，而那个人正是眼前的斗牛。此时丝毫不知有人要算计自己的教母，正像普通人那样牵着狗绳在路上遛狗，途中还偶遇江医生父女。海妮见父亲和婆婆认识，便嚷嚷着要一起去吃东西，于是三人一同前往餐厅用餐。
可到了晚上，斗牛突然出现在兽医院，质问江医生和教母成为朋友的原因。见江医生不愿向自己透露任何信息，斗牛便效仿教母，隔天前往水果店和海尼攀谈起来。这一幕恰好被教母发现，不过他并没有当面去找斗牛麻烦，而是自顾地朝家里走去，只因他知道斗牛所做的一切一定和自己有关。不出他所料，没过一会儿，斗牛就主动出现在他面前。教母也不和他废话，直言自己会离开公司，警告他别再骚扰江医生一家。没成想，原本漫不经心的斗牛听到这话后，反而有了几分怒气，居然提醒教母根本没有退出的资格，因为他会亲手把教母赶出公司。既然无法帮江医生彻底摆脱麻烦，教母便决定正大光明的帮他。隔天，他将一份小型炸药扔进垃圾桶，在医院社长经过时引爆炸弹，接着用淬毒的发簪刺中社长，社长毫无意外的当场去世。而正在医院门口示威的江医生看到教母踉跄的背影，顿时明白他在帮自己复仇。可让教母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孙市长突然亲自登门，交给他一项任务，必须在孩子面前敲碎一位父亲的头盖骨，而那个倒霉的父亲正是江医生本人。教母自然没有透露自己和江医生的朋友关系，只是装作漫不经心地询问委托人的信息，可孙市长却选择保密。教母没有继续追问，但他在晚上悄悄来到公司附近，挟持了刚刚下班的秘书，让他交代委托人的信息。面对教母的质问，秘书哪敢不听，便说委托人自称是医院社长的儿子，他怀疑母亲是被江医生害死，便带了一大笔巨款，让公司派人杀江医生替母亲报仇。但聪明的秘书察觉到对方明明是财团的继承人，手腕上竟带着一块假表。经过仔细调查，他发现那人的真实身份其实是个赌鬼。教母顿时明白整件事都是阴谋，于是他亲自找到那个赌鬼，用刀威胁他说出幕后主使。赌鬼急忙拿出手机拨通神秘人的号码，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教母便听到了熟悉的声音，那个要杀江医生的人居然是斗牛。但斗牛并没有透露杀江医生的理由，只是提醒教母对方马上就要从医院下班了，如果他不能及时赶到，自己就会亲自动手解决这单委托。教母挂断电话后，立刻开车前往江医生家，可终究还是晚了一步。江医生已经乘坐电梯上楼，而他身后正站着一个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快递员。教母无奈之下，只能从楼梯跑步上楼。当他走到江医生家所在的楼层时，恰好和快递员擦肩而过，这不禁让他担心江医生已经遇害。万幸的是，江医生安然无恙。正当他以为自己是虚惊一场时，不料斗牛竟出现在走廊的另一端。果然，这一切都是斗牛的刻意安排。两人随后来到一家餐厅，教母怎么也想不通，斗牛既然想杀自己，为什么要用这么麻烦的手段？斗牛则表示，他要战胜的是巅峰状态的教母，而不是一个一心想着隐退的老年人。这时，一位拿花的女孩突然走进餐厅，斗牛嫌弃地捂住口鼻，接着起身打着喷嚏离开。这似曾相识的一幕，不禁让教母想到一个小男孩。于是他回到家后，立刻翻出资料查找信息，很快就查出了斗牛的真实身份。原来多年前，已经人到中年的教母以保姆的身份去一户人家执行任务，户主如传闻中那样，不仅有家暴孩子的迹象，还总想勾引保姆。因此，在某次男人准备出门的时候，教母便用锤子敲碎了他的脑袋。没成想，男人的儿子竟在这时突然回家，亲眼看到父亲惨死在自己面前。教母清楚地记得，那个男孩有对花粉过敏的症状，很明显，斗牛就是来找他报仇的。教母知道，凭目前的实力，想要和斗牛决一死战未必有胜算，便决定在解决这段仇恨之前，先完成一件公司早就该做的事，接受洪女士的委托，替她的儿子和死去的儿媳讨回公道。在行动之前，他要求孙市长像上次那样派斗牛支援，并保证这次行动结束，不论生死都不会再在公司出现。得到孙市长的承诺后，教母孤身一人来到黑帮夜总会，见到黑帮成员后，他直接抽出匕首朝对方身上刺去。年迈体衰的教母虽然很快就被对方打倒，但他凭借丰富的刺杀经验，成功将对方打成重伤。这时，一群打手听到老大的惨叫声后，纷纷抄家伙冲了出来，可教母根本不惧，硬生生从夜总会后厨打到舞池中间，接着隐藏在人群中，将靠近自己的打手逐一放倒。当他好不容易抽出时间打电话质问孙市长为什么没有把斗牛叫来时，没成想孙市长居然临时变卦，不仅拒绝给教母派任何支援，还让斗牛去执行刺杀江医生的任务。教母随即挂断电话，提醒自己必须活着离开这里。但面对如同潮水般涌来的打手，饶是教母战斗力再强，也终究难以招架，最终被黑帮扔进一处深坑。随后，一辆铲车行驶到深坑边上，开始不停地朝里面埋土。就在众人即将把坑填上时，一个骑摩托的男人突然冲了进来，对方正是早就该来支援的斗牛。没等黑帮成员反应过来，斗牛便抽出匕首朝他们刺去。凭借强大的战斗力，他很快就把几个喽啰全部杀死，然后跳进土坑，不停地挖着泥土，硬生生把教母从土里拽了出来。而教母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看到黑帮老大用铁锹搞偷袭，他当即把斗牛推到一旁，接着抢过铁锹直戳黑帮老大要害。这个专门贩卖毒品的黑帮组织就这样被两人合力剿灭。事后，斗牛骑着摩托送教母回家，
为表示感谢，教母邀请他去家里吃饭，斗牛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在饭桌上，两人聊起各自的经历以及20多年前的那段相遇。对于亲手杀死他父亲的事情，教母表示非常抱歉，但他也很清楚，斗牛来救自己并不是因为原谅他，而是想要亲手杀了他。因此，他决定先下手为强，提前在饭菜里下了毒。直到斗牛发觉自己突然全身麻痹，才明白教母其实早就计划好这一切。他猜到斗牛一定不会让他死在别人手里，所以故意被抓，引斗牛上钩。之后，教母将斗牛绑住双手放在车里，并将车开到海岸边，然后一脚油门把车开进大海，而他则在中途滚下车。解决完斗牛后，教母回到公司，将孙市长一顿暴打。不过，念在和他父亲有交情的份上，教母决定留他一命，随即宣布公司解散，并让秘书销毁所有资料。然而，他千算万算，却没料到斗牛居然没有死。在轿车沉入海底后，他解开绳索，从车里游了出来。上岸后不久，斗牛就绑走了江医生的女儿海妮，接着发短信通知教母独自来救人。为了对付斗牛这个身手和智力都不弱于自己的人，教母知道光用刀不够，于是拿出自己私藏的手枪。在出发之前，他本想最后一次喂养那条小狗，遗憾的是，小狗已经因为年老过世了。这只狗仿佛在预示着教母本人的命运。即便如此，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开车前往约定地点。在临近目的地的时候，早就埋伏在一旁的狙击手开始射击教母的轿车。没一会儿，轿车就撞在一旁的杂物上停了下来。几名杀手缓缓走过去，却发现死去的司机竟是他们的同伙。显然，教母此刻就在附近。于是众人越发小心谨慎。可他们绝想不到，教母此刻正准备徒手爬向楼顶。遗憾的是，才爬到一半，他就被枪手发现。教母无奈之下，只能开枪将对方击毙，接着翻身进入2楼，再一枪击毙楼下巡逻的杀手。随后，他将大楼内部的墙壁当作掩体，基本上打一枪换一个位置，这让杀手们根本没机会打中他。但正当他沿着哭声找到女孩，掀开袋子一看，却发现下面是一块不停重复播放女孩哭声的录音机。看来这次是斗牛成功戏耍了教母。为了尽快离开这里，教母单手握住一根麻绳，接着朝楼下纵身一跃，先是在半空中击毙数名枪手，随即又被绳子荡到2楼，重重摔了一跤。而当枪手纷纷朝他靠近时，教母凭借强大的近身击杀技巧，将他们挨个击毙。直到这时，教母才看到躲在隔壁楼看戏的斗牛，于是他果断前往隔壁楼，在这里见到斗牛以及其同伙，两人还无耻地用海妮的性命威胁他放下手枪。之后，他虽然成功救下麻袋里的海妮，可自己却成了两人的阶下囚。同伙本想杀教母泄愤，结果却被斗牛制止。趁两人争吵时，教母竟拿出另一把手枪打伤了同伙的手臂。斗牛见状踢飞手枪，可即便如此，教母依然用匕首挑断了同伙的脚筋。气得同伙捡起一把手枪就朝教母打过去，结果枪内仅剩的最后一发子弹还被他打偏了。斗牛见状便建议同伙先行离开，他要单独和教母解决私人恩怨。由于此刻海妮又被斗牛挟持，教母只能交出身上所有的装备，而相对于杀掉教母，斗牛更想先诛心。于是他把海妮放在窗边，摆出一副随时都会把她扔下去的姿态。而此时爬到地面的同伙刚准备上车，不料轿车突然发生爆炸，他到死都不会想到这其实是斗牛的杰作。面对如此嗜杀成性的斗牛，教母最终决定杀他除害。可已经经过一场厮杀的教母哪里还是斗牛的对手，但他最终凭借丰富的刺杀经验，以牺牲一只手为代价，成功把刀捅进了斗牛的要害。而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斗牛居然说自己才是那个胜利者，因为这次是他先丢掉教母离开。原来当年教母以保姆的身份在他家卧底时，让斗牛这个单亲孩子难得体会到了母爱般的关怀，所以即便亲眼看到教母杀掉经常家暴他的父亲，他也没有埋怨过，甚至还想和教母一起离开。因为这句承诺，斗牛等了足足20多年，他害怕教母早就忘记这件事，这才一直没有对他说出真相，甚至妒忌江医生能轻易得到他的庇护。当斗牛确定教母已经记起当年的承诺后，才毫无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久后，教母将海妮送回到了他父亲所在的水果店，随后来到了一座庙宇。他将斗牛的日记本放在老师一家3口的遗像旁，日记本上写着很多他没来得及告诉教母的话。原来他早就做好了赴死的打算，理由是教母在世上还有要守护的人，还有很多人需要他的守护。于是教母决定重开公司，这次他们第一个要清除的对象是一位刚刚出狱不久的邪教组织头领。这场始于杀戮的故事也在这一刻走向终结。破果并不是一部常规的杀手电影，影片不仅明确阐述了破果虽破，但味道同样好吃这一主题，更是罕见的将高龄女杀手作为主角。相较于其他韩国类型片而言，这绝对堪称是一部突破之作。